就算你是亲生的又怎样？苏家继承人的位置只会是我的，爸妈的宠爱也只会是我一个人的。你永远都别想跟我抢。姐姐，我才是苏家真千金，是苏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我只想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罢了。紧急快报：苏氏集团经营陷入困境，宣告破产。苏氏夫妇因积劳成疾，已于今晚不幸离世。公司破产？爸妈，他们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一直以为公司一切正常。苏小姐，苏家拖欠我们项目款的事，还请尽快安排还款时间，我们走合法程序协商解决。枉我们自诩聪明，把精力都耗在互相争斗上，到头来连家里真正的危机都没察觉。如果一切能重来就好了，我们活得可悲又愚蠢。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换个方式。我重生了，距离高考还有1年，我们家还没破产，爸妈还在，一切悲剧都还没发生。整天就知道顶嘴，上课天天走神发呆。再这样，我直接请家长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以后一定认真听课，踏实努力，好好备考，争取考上好大学。没搞错吧？这还是以前那个嚣张任性的苏念和？他以前从来不服老师管，今天居然主动道歉认错了。奇怪，以往被批评只会闹脾气顶嘴，今天居然主动认错。哎，苏念和什么时候认真学习过？还考大学，怕不太现实吧？哼，平时上课睡觉逃课，现在突然装上进，能坚持吗？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别笑了，人家好歹曾经是苏家千金，还是客气点吧。既然你认错态度诚恳，这次我就不追究了。下次上课专心听讲，不许再走神。他变了，和以前完全不一样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提前规避风险，拯救苏家，保住爸妈，改写所有人的悲剧命运。啊！你也重生了。我听不懂你什么意思。那你写的拯救苏家、拯救公司是什么意思？你怎么会知道苏家会出事？你跟我一样重生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这些字只是我随便写的而已。你蠢不蠢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我们都带着前世的记忆，就不该再继续斗了。我们放下以前所有的争执和恩怨，一起联手拯救苏家，保住爸妈，改写我们的结局。哟，这不是苏家那位刚回来的妹妹吗？什么都比不上我们念和，每天就知道装模作样看书。装什么装？跟你说话呢！念和，你快看啊，你这位好妹妹居然躲在图书馆发奋学习呢，也是可怜，样样都比不上你。
也只能靠着死读书博取苏家一点认可了。你嘴巴能不能干净点？说话这么难听，不嫌丢人吗？念和，念和，我也是为你打抱不平嘛。你本来就是未来苏家继承人，生来就站在顶峰，根本没必要费力读书吃苦。身在高处就该混吃等死。你脑子有问题，就别带上我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不愧是苏家培养出来的大小姐，格局就是不一样。是啊，就算努力一辈子都比不上。许瑶，你努力一辈子都配不上做我的朋友。上一世我和林之夏斗得你死我活，大半原因都是许瑶在背后挑拨离间。这一世，我可不能再这么蠢了。念和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听不懂人话，需要我给你挂个耳鼻喉科？我跟你做了这么久闺蜜，我处处向着你，围着你转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跟我闹别扭！苏念和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以后别靠近我，我看着心烦。你别后悔！姐姐今天火气好大，倒叫妹妹有些害怕了。少装，他不在，收起你那套虚情假意的把戏。姐姐真聪明，不愧跟我一样，都是重活一世的人。你终于承认了，所以那就合作愉快了，好姐姐。以后我们一起守护爸妈，拯救苏家，合作愉快。之夏，今天在学校累不累？有没有人欺负你？上辈子连看他一眼都是奢望，现在看他偏心，倒也挺亲切。再看看你，整天不学无术，迟早把苏家的脸丢光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也别在这个家待了。妈，别骂念和了嘛，今天在学校是他帮了我呢。他帮你？他除了惹事还能干啥？你别老替他说好话。还是这副刀子嘴。妈，骂得挺对。他怎么不顶嘴了？以前的我确实不争气，所以为了不让你失望，我打算改改。改？你少给我惹事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这次月考，我把成绩提上来，甩掉垫底。就凭你，拿什么提？凭我脑子没坏，跟你赌一把，苏夫人。赌什么？我赢了，你答应我一件事；输了，以后你说什么我做什么，绝不再让你操心。姐姐基础薄弱，盲目刷题没用的，先从妹妹这本错题入手，查漏补缺最快啦。知道了，多谢。这还是姐姐头一回认认真真跟我说谢谢呢。行了，没事出去，别碍眼。哎呦，真是稀奇，倒数碴子也开始装努力了。上课天天睡大觉，体育课到装模作样背起书来了，演给谁看呢？就是啊，基础差还不肯承认，再怎么装样子能有什么用？成绩从无定数，一时落后不代表永远落后，每个人都有努力的权利，谁也没资格剥夺。我学不学，轮得到你管。
总比某些人不好好学习，整天只会扎堆议论别人强。我现在垫底没关系，我有进步的余地。你们嘛，也就只能靠踩别人，找那点可怜的优越感了。念和，这么晚了还在刷题，身体要紧，别把自己逼太紧了。我和你爸商量了一下，你从小英语底子就好，送你去国外读本科，换个赛道发展，说不定比在这儿死磕更有出路。我现在才高3上学期，一次周考没考就要换赛道，我不去。你怎么这么倔呢？这不是害你，是为你着想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我自己的路，我想自己走完。行吧，你自己想清楚了就行。牛奶喝了，早点休息。上一世就是听了这话被送出国，对家里生意一无所知。那笔留学费，后来也成了压垮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逃避了。哟，苏念和，这次数学考得怎么样啊？看你最近天天抱着书，结果就这点分。是啊，折腾了半天还是30来分，有些差距不是靠几天努力就能追上的。底子差是事实，一次失利不算什么，慢慢来，来得及。姐姐，我数学勉强还行，可英语实在太笨了，总拉后腿。姐姐记忆力那么好，能不能带带我呀？哼，120的勉强还行，少在这凡尔赛。我们互补嘛，我给姐姐补数学，姐姐拉我的英语，好不好？成交，别拖我后腿就行。谢谢姐姐，下次考试咱们一起进步。他们之前不是一直都不对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姐姐，你这道题思路偏了，不是你笨，是方法没找对。我按必考题型给你做了归类，每天吃透2道好不好？脑子扁长在数学上了，英语长难句拆得稀碎。看主干，去修饰，按我的速拆技巧来，别用你那套死记硬背的笨办法。要是以前我们也像现在这样好，就不会白白浪费那么多光阴了。那得怪某些人以前不够坦率，整天只会耍些小心思。哎呀，某人以前也是个只长脾气的笨蛋呢。念和，你出来一下，有事找你。念和，老师不是瞧不起你，你外形条件出众，学校今年有艺术特招渠道，以你的条件走艺术生，轻轻松松上个好大学。老师，谢谢您的好意。艺术是我的加分点，但从来不是我的追求和退路。高考可以锻炼我的毅力，这不是坏事，我不会退缩。你这孩子太倔了，以你现在的文化扩底子，万一落榜，我都没法跟你父母交代。那就让老师省省心。等我成绩单替您交代。这几个考点月考必可，务必吃透。好的，老师，我们记住了。易错点再讲一遍。姐姐，月考高频公式，我来抽背你一遍。背完了，下一组。做完了，帮我查录。好。逐题核对，错的立刻标出来。这道是姐姐的薄弱线，我再带你复盘一遍思路。说。
紧张吗？紧张留给没准备的人。这题老师讲过，这次题目有点刁，不过问题不大。数学120，前几前10，有几道大题我考前全押中了，这实力没话说吧？瑶姐太厉害了吧？那苏念和这次考多少？上回她可是稳坐倒数第1呢。他底子烂透了，这次能爬到倒数第2就不错了。说够了没？吵死了！姐姐，别理会他们，排名已经出了，我们去看吧。哟，还真敢来，不用费劲往上看，倒数那几行直接找，免得仰着脖子酸。说完了吗？可以闭嘴了吗？周同学，成绩还没看完呢，不如一起等着看结果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没有？前20，苏念和从常年倒数直接暴涨几10名，这进步也太夸张了！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？姐姐真厉害！这是你考的？赌约该兑现了吧？说吧，看上哪款包了？还是又要换手机？我要吃你做的糖醋排骨。就这，做梦都馋。妈，姐姐刷题到半夜，念叨好几回了呢。好，我让王妈去买排骨。以前总觉得来日方长，把最普通的日子当成了理所当然，直到差点失去，才明白，一顿一家人一起吃的饭，比什么都珍贵。好吃。少得意，19名算什么？吃完赶紧滚去学习。教务处收到匿名举报，有人月考作弊。苏念和，成绩暂时取消，去教务处配合调查。老师，念和姐姐每天刷题到半夜才考进前20，凭什么一封连名字都不敢写的信就停她成绩？这得多让人寒心呀！学校规定，分数异常必须核实。苏念和，去教务处重做备用卷。念和，清者自清，你平时连及格都难，突然考这么好，大家有疑问也正常。你好好做题自证就行了。等我洗清嫌疑，写匿名信的人，我会一个一个查清楚。数学压斗，英语完成，文综材料。备用卷难度更高，你现场做，思路对就信你。做完立刻恢复成绩，查出举报人。能。做完了，您对答案。推导过程比标准答案多2，但这只能证明你现在会做。举报信说你提前偷月考答案背下来，你怎么解释？
主任，我来替姐姐解释，这是姐姐2个月的错题本和打卡记录，我们每天互批，字迹和日期清清楚楚。姐姐从30多分考到100多，是上百套试卷熬出来的。考前3周的批录，连长难句拆解都有。主任，考场监控也调了，他全程无夹带。证据确凿，苏念和，你的成绩明天恢复。教务处核查完毕，苏念和成绩真实有效，全校通报表扬进步。另外，许瑶，你站起来。念和，你这次进步了将近300分，太神了！班级20名，总分580，这分数连一本线都悬，你们激动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保送清北了。许瑶，人家毕竟进步了将近300分，你上次不也才考了470吗？我那是发挥失常。苏念和，清北理科题量线685，你差了100多分，你拿什么考？做梦吗？2个月题300，剩下280天，急什么？吹牛谁不会？你以为越往后分数越好题？真把自己当天才了？是不是天才不知道，但超过你，我做得到。许瑶，你花钱雇外校的人塞匿名信，被学校查出来留校查看，现在还有闲心管别人的分数？你胡说什么？谁雇人了？教务处已经在调查这件事了，证据确凿，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下次再敢玩阴的，我不会只让你站起来了。回你的座位去。天气预报说有阵雨，你今天怎么非要绕远走西郊路？导航推荐的。这名字听着耳熟。你以前天天车接车送，哪走过这条街？绿灯了，快走！别看了，绿灯快结束了，快走！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命保住了，但苏小姐右臂粉碎骨折，情况比较严重，手术后最快也要10周恢复。那要做手术吧？10周，离高考不到4个月，她真正能用右手备考的时间只剩1个月了。你手也伤了，别削了，削个苹果而已。撞车那瞬间，我以为一切都完了。我也怕你又像以前那样，什么都自己扛。不一样了，这次有你。妈，10周恢复，离高考还有3个半月，来得及。先把手养好，其他的再说。之夏又在写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一些琐事，你快睡吧。左手还包得像个粽子，瞎写什么呢？给你写复习计划呀，姐姐做完手术就能看啦，不许偷看哦。苏念和，明天手术，取碎骨，植钢板，术后石膏6周，复健2到4周。这10周，右手绝对不能写字承重。有后遗症吗？还能拿笔吗？少数人关节视线，复健好能恢复90%，但过程疼。你是高3，时间紧，也绝对不能提前负重。离高考3个半个月，10周，10周，刚好赶上靠前2周。理论上是。您主刀，我听话。右手废了就用左手。
左手扛6周模考，右手好了立马换，绝不添乱。大夫，他说到做到，认准的事儿9头牛拉不回。行，明早8点手术，家属签字。妈，妈，签字吧，没事的。妈，手术服没领子，你整的是我锁骨。之夏，立体几何那道题，上次咱俩争了半小时那道，你重新做一遍。等我出来对答案。行，等你出来对。他小时候摔断过一颗门牙，哭了5分钟就不哭了。第2天带着豁牙去上学，跟同学说我换牙比你们快。其实姐姐一直这样。手术顺利，碎骨全部取出，钢板固定理想，大概半小时后醒。之夏，那道题做对了，辅助线对了，答案也对。你说等我对答案，我没做错，你也出来了。石膏固定6周，我用左手写，你帮我录知识点音频，白天我听，晚上口述互考。6周后拆石膏，右手切回来，赶最后2轮模拟。先从哪科？数学。先把你做的题录一遍，我帮你查漏。手术完第1天就挤兑我？不是挤兑，是事实。真要练左手，就从笔画开始，别糊弄。念和，学校知道你的情况了，可以帮你保留学籍，明年再参加高考。身体最重要，别给自己压力。老师，我今年必须考。老师不是不信你，但是手部恢复需要时间，高考节奏紧凑，你太冒险了。老师，这10天我一直坚持用左手练字、刷题，已经完全适应左手书写。距离高考还有一段时间，我能把速度和工整度练到高考标准。我不想延期，我想跟大家一起走完这段路。既然你决心这么定，那你把近期的练字和试卷成果拍给我，我整理材料向学校专门申请，你等通知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历史和数学公式的音频我昨晚录好了，你听完我逐题考你。录到几点了？去沙发睡会儿，我听完就叫你。不困，我边看书边陪你。别硬撑，你要是困倒了，谁跟我对答案查漏？先喝口汤吧，歇一歇。妈，不到100天了，耽误不起。 100天也得吃饭休息，汤凉了就腥了。经学校审核你的康复状态与备考成果，正式同意你正常参加本年度高考，安心备考。同意了。念和，我听说你一直在用左手复习。 伤成这样，要注意休息，别太累了。谢谢你来，不过我现在恢复节奏挺好的，你也要注意自己的复习进度。瑶瑶，谢谢你专门来看他。念和最近模考进步挺大的，我们都替他高兴。那确实，加油！你刚才帮他圆了个台阶。大家都是同学嘛，
你在国外待了快4个月了，女儿出车祸那天，我给你打了10几个电话，都是助理接的。手术、康复、左手考试，你就没亲自说过一句？什么车祸？助理只说你娘俩闹脾气，让我别急着回。每次都是忙完这阵就回来，到底哪阵算完？我订明天的机票，马上回去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核实清楚。右手恢复多少了？70%，超过4小时会抖，够用了。每天康复1小时，高效刷题4小时，不做废动作。爸，你这横幅够醒目的。闺女，爸给你鼓劲儿呢。带伤上考场，爸爸必须到场支持。行了，别挡着孩子们的路。你们俩好好考，考完爸给你们做顿好吃的。走了，爸爸妈妈再见，我们会加油的。今年数学最后一题思路挺绕的，你答上来没？理综时间确实紧，选择题最后3道我没来得及检查。姐姐，大家都说题目有难度，你考得怎么样？手有没有不舒服？正常发挥。不管结果怎样，你能坚持考完就很了不起了。辛苦了，回家吃饭去。苏念和出了那么大的事，家里还能办这样的聚会，确实让人佩服。许瑶，听说你估分超高，名校稳了吧？应该还行吧，今年题确实有难度，谁都不敢说100%稳，希望能有好结果。那你以后可要多关照我们这些老同学了。你们看，苏念和的手全好了。念和，手恢复的不错啊，这次考试还适应吗？还好，习惯了。左手写字确实不容易，能坚持完成考试已经很厉害了。姐姐带伤备考很努力，我们都很佩服她。结果还没出，大家都会有好消息的。之夏说的对，念和，不管什么学校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当然，能考上理想学校最好了。希望我们都能如愿。名校特招，你们俩都拿到了。真的耶，恭喜你们！谢谢，也祝大家都能收到理想的通知书。瑶瑶，你的成绩也不差，应该很快就有好消息了。谢谢你们，我先走了，回头聊。不错，都是好样的。你们能考上理想的学校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爸今天高兴，尽量满足。我们不要物质奖励。不要奖励？这可不像你们的风格。我们想让爸爸给一个承诺。承诺？什么承诺？爸，以后公司的一些决策，能不能也听听我们的想法？爸，您别误会，姐姐其实是想帮您分担。您一个人撑着苏氏那么大的公司，太累了。我们去名校学了知识，就是想以后能给您搭把手。行，你们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。以后家里的事儿，我也多听听你们的意见。你们去读书，我和你爸也放心。正好，你们表哥也在那所学校的商学院读研，大家可以互相照应。
表哥？哪个表哥？你大姑家的陆景行啊，他现在改名叫苏景行了，说是为了以后方便。你爸这几年一直资助他读书，小时候念和还见过。下面有请商学院研究生会学术部部长苏景行同学发言。各位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想从苏氏集团的发展历程说起。他连爸创业的事儿都写进稿子里了，准备挺充分的。你看他的视线主要落在谁身上？刘姐氏族，第一排，爸，还有校方代表，他在给自己争取关注和认可。让他们的价钱。父亲。念念，之夏。之下的拿铁多加了糖浆，念念的美式不加糖。大伯母之前提过你们的口味偏好。表哥有心了，连这个都记着，难怪我妈总说你细心。客套就先不多了，聊正事吧。昨天台上提到的校企合作，你具体怎么想的？表哥，这第4章的成本分析方向跟爸上周会上提的思路很接近呢。说明行业趋势判断一致，头部企业的公开财报都指向同一个方向。苏氏的提升空间在管理效率，数字化改造如果能推进，毛利率改善是可预期的。华南区上个月调整的仓储数据，你的资料里也有，这部分不属于公开信息范畴吧？之前跟着导师团队做过苏氏相关的课题研究，部分数据来自当时的实习整理。如果你觉得不合适，我可以说明情况，撤掉相关页面。说实话，那份方案做的确实专业。如果表哥是真的想帮爸，这份材料拿去参考也是有价值的。正因为太专业了，才需要多留个心。一个没有深入苏氏核心业务的研究生，连华南区内部调整都了解得这么清楚，你觉得全靠近水楼台就能解释吗？爸那个高管会上的数据，连我们都是后来才看到的。要么苏氏内部有人向他透露信息，要么他的接触范围比我们以为的要深得多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做？暂时按兵不动。他主动把方案给我们看，可能是想借我们的口，在爸面前建立信任。顺着他的节奏走，看他下一步想做什么。念念，之夏，跟你们说件事，顾家那位小朋友叫顾时业，也在你们学校读书。当初两边家长开过玩笑，提到过这门事。你们如果有机会，可以自然接触了解一下，交个朋友也好，不用有压力。妈，你说开玩笑提起过。娃娃亲的事，就是提前告诉你，万一在学校碰见，别太尴尬。怎么了？娃娃亲？跟今天讲座这位？以前也没听说过这回事啊。先进去，先看人。话筒激动的发抖，你们平时也这么热情？
学长，你为什么选择接顾氏的班？你不觉得这样不自由吗？不接就停我的卡。不过接归接，我爸那套我不认同。以后各凭本事。苏氏跟顾氏有业务往来，这种人将来执掌顾氏，苏氏得跟着遭殃。我查了，他在学校风评极差，换女友如换衣服，还挂了3科。哪3门？市场行销、企业管理、财务管理。顾氏最核心的3门课，他全挂了。等一下，他核心课全挂，但课外拿了创业大赛省级1等奖。论坛还有人扒出他在财经刊物发过匿名论文。他要是装草包，图什么？不管他装不装，目前证据不支持苏氏跟他绑在一起。那娃娃亲的事，怎么跟爸开口退掉？不急，先把他的底细扒干净。靠风评下结论，不是我的作风。表哥应该知道。顾实业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那我就直说了，我劝你们离他远点儿。挂科是表象，顾氏内部他二叔掌权，他能不能接班还是未知数。所以苏氏耗不起，就算他在藏拙，这种连名声都能踩在脚下的人，心思太深，太危险。结论：婚约能挡的就挡。对了，创业大赛要组队的话，我帮你找资源。不用，谢了。哇，这么多资料！顾实业，苏景行给的防雷指南。表哥给的？他怎么连顾氏高层内斗的股权变弊图都有？表哥真厉害，连顾实业大一旷课去哪家网吧都查得清清楚楚，简直就像专门盯梢的一样呢。盯谁？盯顾实业还是盯我？姐姐，你看，打印日期是昨天。他昨天就知道你要问顾实业的事。狐狸尾巴露得真快。那姐姐，这份精心准备的资料，我们要怎么处理呀？顾时成，微信上说有急事儿，结果迟到半小时。姐姐，顾家这位少爷架子真大，迟到是想掌握主动权。他今天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，那份防雷指南正好砸他脸上。通过好友申请就迫不及待约我出来，苏大小姐挺急啊。急着看顾少怎么解释你的光辉事迹。顾少莫怪，
我们也是听说顾少从小学的就是精英教育，本以为会是个绅士的少爷，没想到……听说苏家2位小姐素来不对付，看来传言是虚的了。说正事，要我们出来干什么？本来是想来退婚的，但现在我觉得你们姐妹俩很有趣，我不想退了。你有病！顾少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既然念念和之夏不欢迎你，你该识趣点。表哥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我刚好路过。路过？苏景行，少在这装护花使者。离开苏家资源，你还能证明自己吗？离开顾家的支持，你又能做到什么？有意思。既然这么看不上我，敢不敢打个赌？念念，别理他。下周学校的苏氏集团研究比赛，我已经帮你们报名了，就赌这个比赛，赌你们进不了决赛。要是进了，我当众端茶认错；要是没进，你就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念念，别答应他，他故意激你。成交。行，3个月后，准备好丢人。苏大小姐爽快，输了可别赖账。念念，你太冲动了。顾师爷就是个无赖，这种赌约你接了，万一输了，表哥怎么总往坏处想呀？姐姐那么厉害，才不会输呢。就算真有万一，我也陪姐姐一起承担，绝不会让别人看笑话的。听见没？闭嘴，看戏就行。念姐，苏氏实业近5年的物流数据全爬下来了。不过这数据有点奇怪，华南大仓的损耗率比行业平均高了3个点。突破口在这儿，温婉，做图表，死磕冗余，包在我身上。不过念姐，咱们做这么深，是不是有点越界了？这可是苏氏的核心痛点。哎呀，温婉姐别怕嘛，我们只是想把比赛做好而已。要是不小心帮家里指出了问题，爸爸夸我们还来不及呢。拿第一是顺便，查下嗲才是正事。念念，熬夜辛苦了，我来看看进度。没问题，很专业。如果你信得过我，初赛的评审我来帮你们对接，提前摸清评委关注点，稳进复赛。他一个研究生，怎么对华南大仓的数据这么敏感？快看，苏念和团队初赛第1，分数比第2名高了20分。你没看指导老师写的是谁吗？苏景行啊，有颜会主席带飞，谁都能赢好吗？脸真大，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直接挂名，但我们现在去闹，会不会影响后续的比赛成绩？
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这俩评委，他配接触，拿我们当垫脚石呢。林小姐，上次一别，甚是想念，咱们单独见一面吧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没事，垃圾信息。林二小姐倒是沉得住气，不过你是真看不出苏景行想干什么？顾少这话什么意思？苏景行好歹是我表哥，你一个外人突然跑来跟我说这些，很难让人不怀疑你的动机。他要的是你们手里的苏氏核心数据，踩着你们上位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跟我结盟，我帮你们替他出局。顾少，这种事情我不是很懂，你为什么单独约我出来？因为你比你姐姐识趣，我觉得你们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和睦，其实你们从根本上就是敌人，对吧？顾少猜得不错，我比姐姐识趣。那你要不要考虑跟我合作？我觉得我比姐姐更好沟通。这件事再说。顾少是嫌弃我，不愿意。我们谈正事，不谈这个。那就谈谈正事吧。姐姐，怎么不晚点出来？我还没聊够呢。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，顾少，这挑拨离间的戏码，你跟哪部上世纪肥皂剧学的？招不在心，管用就行。谁知道你们姐妹俩不仅不私，还合伙套路我。顾少刚才不是还要跟我联姻吗？怎么，我姐姐一出来你就变卦了？林二小姐，玩笑开过头了，我们还是谈谈苏景行吧。没兴趣。既然你连我们姐妹的关系都没摸透，你的情报网也不过如此。之下，走。赛事规则更新了，按照惯例，研究生带本科生，成果归研究生。第一负责人必须是我。念念，你委屈一下，做第二作者。你写过一个标点符后吗？连核心数据模型都是我们自己跑的，你挂个名就算了，还想抢一作，不怕答辩的时候露馅儿？答辩有你们在，我只需要负责统筹。念念，没有我动用苏家的人脉对接评委，你们初赛能拿第一。做人要懂得感恩。感恩大三李强的专利，大4王敏的国奖论文，最后全署了你的名。你这是把我们当血包吸呢？论坛里的匿名爆料我们都截图了，你的学术履历全是造假。爆料算什么证据？方案现在绑定在我的系统账号下，第一负责人的权限在我手里。不按我说的做，我直接点撤稿，那大家都别想顺利参赛。让开，没空和你废话。苏景行近5年抢占本科生成果的完整证据链，包括资金往来记录和相关邮件。你早就查好了，图什么？图你欠我个人情。苏景行让你远离我，说我麻烦缠身，你就没想过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因为我要对付的人和你要提防的人是同一伙。他怕我们联手，坏了他吞并苏氏的好事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苏念和，现在信我了吗？苏景行，你既然做了这些事，就该承担后果。我供他毒盐，让他进核心项目组。他拿华南大仓的数据去喂谁的胃口？爸爸别气，表哥拿退赛逼我们就算了，这数据泄露出去，董事会那边您怎么交代？这是交换利益，他拿苏氏的底牌去换别人桌上的筹码。内审部马上停他所有权限。念念，你手里的方案怎么办？他系统里那个已经是颗废棋了。校内网那点破权限还想卡我们？直接把底层逻辑抽出来发国家级核心期刊，这波降维打击绝了！那苏景行明天提交复赛方案会怎么样？查筹率100%。哎呀，表哥要是看到一座二座只有我们俩，会不会连夜举报我们抄袭他呀？他得先向组委会解释，为什么他的心血提前半个月被我们发表了。哎呦，两个大忙人可算舍得放假回家了。这寒假这么长，你们俩有什么打算？是想先去哪里旅个游放松一下，还是在家好好陪陪我？大三正是关键的时候，哪能天天想着玩？正好苏景行停职以后，集团内显准部和战略部空出了几个核心实习生的位置，急需新鲜血液。你们学校经管学院今年有没有什么靠谱的好苗子推荐？周姐，这两位是寒假实习生，小苏和小林，安排给您带教。上辈子我们什么都看不见，这辈子从最底下看起。又是新来的实习生，先把这半年的报销单按日期归档，干完了去库房把茶水间的2箱困境水搬上来，别想着偷懒。好的，周姐，我们马上做。碎纸机滤网更换，单次3800，一个月换3次，不止呢。7月部门团建费12000，发票头顶居然是 SPA 会所，全是周姐签字，直接报给采购部，中间没有任何复核环节。翻旧账干什么？实习生管好自己的手脚，这办公室的规矩，该看的看，不该看的碰都别碰。周姐，我只是想核对一下编号。周姐说的对，是我们多事了。哼，反应这么大，肯定有猫腻。真贴心，连原始件都留了备份。同一张单据2个版本。原始版1200元，修改版8600元，而且连续3年，每个月都有造假记录。上辈子我以为苏氏是被外部打垮的，原来早就从内部烂透了。姐姐，看最下面那个隐藏文件夹。真正的纸质原始单卷，全被他毁了。找到了，金额全卡在49.99，刚好避开财务总监的2级审批。3年，每月固定4笔，算算总数，一个月2万，
3年就是70多万，这还是行政部一个口的，要是算上采购部，有人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周姐，大半夜回来落东西了。少给我打马虎眼！谁给你们胆子动我电脑的？马上删了，滚蛋！周姐，别生气嘛，我们就是帮您整理一下积压的账目呀。整理账目？动内部系统是违规的，我立刻打电话让人事部作废你们的实协议。你打，正好让人事顺便查查。21年3月，新达文具那笔4800连的耗材单；23年11月，项目杂费抢9。你在后台把自己的工号加入了免审白名单，修改时间凌晨2点17，系统日志删了也能恢复。周姐，还要我继续念吗？你们到底是谁派来的？周姐，您别怕，我们只是想弄清楚钱去哪儿了。弄清楚？3年了，我天天趴在这位置上给上面当狗，我不干，立刻有人顶替我，出了事，我就是那个背锅的。所以你心甘情愿当这把刀？我有的选吗？上面的人手干干净净，良心全黑了。周姐，那这双干干净的手到底是谁的呀？第三方审计明天进入，你现在不说，明天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。600万以上的职务侵占，后果可不轻。采购部苏正红，所有的账目兜底都是他，我只负责走流程。舅舅，原来蛀虫早就爬进了自家的根里。周姐，既然你开了口，就把你知道的走账流程全写下来，这算你戴罪立功，否则600万的窟窿，你一个人根本承担不起。我写，只要别让我一个人顶罪，我全交代。之下，连夜让阿杰把这3年的流水和舅舅那边的采购单做交叉比对。明天一早，我们直接去见爸。苏正红，他可是你们的亲舅舅，苏家待他不薄，他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每一笔造假都能层层审批通过，说明内审部早就被他渗透了。他在采购部10几年，人脉盘根错节，公司已经被他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。我一直知道基层有小动作，没想到竟然已经烂成了系统。爸，如果走公司内部核查，肯定会打草惊蛇。舅舅一旦听到风声，把证据全销毁，再推个替罪羊出来，我们就拿他没办法了。内险绝不能碰，必须防着舅舅狗急跳墙。帮我联系德林的张总，下午带团队秘密进场。从现在起，所有原始证据只留你们手里。第三方审计进场前，公司里任何人都不能知道，尤其是你们舅舅。明白。不过爸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苏正厚虽然贪，但他能把手伸透内险部，甚至瞒过财务总监。我不认为他有这个通天的本事。你是说，他背后还有人撑腰？爸，不管背后是谁，烂到哪儿我们就挖到哪儿。您不是一个人扛，我和姐姐会帮您守住苏家。念念、之夏，你们过来，明天跟我去顾家退婚。刚才景行打电话来说，那个顾实业不仅挂科不学无术，还自身难保，你们不能跟这样的人来往。
看看这个，大三李强的专利，大四王敏的国奖，全是他苏景绳的名字。前几天学校的初赛，他一个字没写，逼我们让出一座。这就是您眼里贴心送茶叶的好外甥。妈，您别气，表哥或许也只是一时糊涂。他怎么敢在学校这么欺负你们？他今天能拿顾实业挑拨我们，明天就能拿苏氏的机密去换他自己的前程。您还要信他吗？妈不糊涂，以后他的话，我一个标点字后都不信。你爸这东西压了快20年，从来不让我碰。趁他今天不在，妈带你们看看。这人叫沈鹤亭，当年你爸下海拉着他一起，两人吃一锅泡面，比亲兄弟还亲。沈鹤亭，从没听爸提过。这是他们定做的兄弟信物。后来苏氏做大，两人突然翻脸，你爸把苏沈改成苏氏，沈鹤亭就彻底消失了。姐姐，上个月我听见表哥打电话提过一嘴姓沈的长辈，你确定是姓沈的？看见没有？来了！董事长的亲闺女，装什么实习生？进行政部没2天，周姐就被停职调查了。周姐干了8年啊，说拿下就拿下，谁惹得起人家？采购部苏总监带着几个大股东，一大早就上顶楼了，听说正在会议室里跟董事长拍桌子呢。姐姐，舅舅动作真快，咱们还没出手呢，他先倒打一耙了。意料之中，他不跳出来，我还没理由上去。那咱们现在走，去会会他们。他还真敢上去啊！嘘，看着吧。苏董，我把话撂这儿。公司规章制度是摆设吗？让2个黄毛丫头隐瞒身份混进行政部，接触核心账长，这数据泄露的风险算谁的？你算过没有？王董，事情还没查清，没查清楚，全公司都传遍了。苏董，严重违纪。苏董，今天在座的都不是外人，丑话我说在前头，必须给个交代。苏念和身为董事长直系亲属，隐瞒身份入职，违反公示章程第10条。我复议。在座各位有异议的，现在提。李董，你这是在逼我。苏董，我这是在替全体股东说话。您要是护短，那咱们就按程序走，开临时股东大会投票。李董，你看看，这么急着赶我走，是怕我查账查到您头上吧？放肆！苏董，你看看他这个态度，这就是你苏家的教养。一个实习生闯董事会，我闯不闯得了这个门，不是您说了算的，倒是李董您。周姐经手的那几笔采购款流水我都打出来了，您要不要现在对一对？苏念和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，我不同意这样的决定。苏董，你让女儿在公司乱来，这是公私不分。哼，要交代，这就是交代。行政部3年套现600多万，你们这群董事年薪几百万，谁看出来了？我女儿隐姓埋名去基层，是替苏氏抓蛀虫。我看你们是担心自己的问题被查出来，他们没有任何错。抓蛀虫，姑父。您怕是被这2个人骗了吧？景行，谁让你闯进来的？我也是苏家人，为了苏氏的未来，有些话我今天必须说。各位董事，你们还指望这2个人接班苏氏？苏念和根本不是苏家亲生的，她只是个占了别人位置的养女。啊！而这位林之夏才是苏家亲生的，可惜流落在外，成长环境与大家不同，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，怎么管理上市公司？把苏氏交给他们，风险太大。各位董事，你们愿意吗？
苏景行，你一个靠苏氏资助读研的外人，谁给你的权限进董事会？姑父，我是苏家的血脉，也是商学院的研究生。各位董事看清楚了，一个鸠占鹊巢的养女，一个乡下长大的亲生女儿，连基础财报都看不懂，你们敢把几十亿的盘子交给他们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刚才哪几张破报销章闯董事会的气势呢？之夏，你敢说你看得懂资产负债表吗？表哥问的对，我从小在乡下，确实没见过世面，看那些密密麻麻的报表就头晕。各位董事听见了吧？姑父，我这商学院高材生不比这两个啥都不懂的小丫头强。是啊，表哥学历高。我看不懂付账目，只能用最笨的法子，把采购部近3年的单据一张张抄下来，做了个对比模型。表哥，我不但看懂了，还算出舅舅苏正红上个月通过3家皮膏公司以虚高耗材名义转移了1200万。你这么懂管理，这笔账你怎么没算出来呀？胡说八道！随便拿几张破纸就想污蔑舅舅。他算出的是舅舅的账，那你的账呢？表哥，你大3抢李强专利，大4占王敏国奖论文，用封口费买断本科生成果的完整证据链全在这个 U 盘里。一个连论文都要偷气的人，在这儿跟我们谈苏氏的未来。苏景行，我供你吃，供你穿，送你进最好的商学院，我把你当亲儿子看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姑父，您别听他们胡说，这 U 盘是假的。苏念和恨我抢了他的风头，他故意捏造证据整我。捏造？这是5名受害学生的联名举报信复印件，这是你名下3个海外账户的流水公证，这是你用苏氏内网发出的威胁邮件溯源记录。表哥，这些东西学校纪检委也有一份哦，你猜他们会不会开除你啊？不可能，你们怎么查到的？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从今天起，苏氏停掉你所有的职务和资助。姑父，我错了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先出去。表哥，别急着哭，你一个学生，没那么大胃口吞下华南大仓的数据。谁在背后给你撑腰？谁教你拿苏氏的底牌去换前程的？说。没人。表哥，职务侵占加上商业机密泄失，相关责任并不轻，你真要一个人承担吗？我说是。简直不可理喻！舅舅，你快帮我跟姑父说，我苏正红没你这种外甥。你在外面搞学术造假，还敢偷拿采购部的数据倒卖，你把苏氏当什么了？舅舅，你……姐夫，是我无能，我管教不严，让这混账东西钻了采购部的空子。周姐那笔账肯定也是他指使的，我自请处分。断尾求生，舅舅在苏氏根基太深，现在硬拔必定2败俱伤。舅舅真大义灭魔。不过，华南大仓的核心数据需要双重密钥，表哥一个外人怎么拿到的？这东西前天偷了我的门禁卡和密码本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姐夫，该怎么判怎么判，我绝不包庇。舅舅，昨晚11点我们就把数据截停了，您报案的时间掐得真准。我发现卡丢了就去报案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舅舅反应真快。舅舅留步。你们还想干什么？表哥走了，采购部缺人，我和之夏马上大4实习，想去您的部门学学规矩。来采购部，好啊，只要你们吃得了苦。谢谢舅舅。听说华南大仓下个月要全面盘点，我能去库房负责清点吗？库房又脏又累，你想去就去。苏正红这只老狐狸把尾巴切得真干净。
你们进采购部就是送羊入虎口。顾少又来偷听。我是来送筹码的。苏正红洗钱的底层户头，我手里有。真的？交易条件：下个月顾氏股东大会，苏氏出面替我站台，压制我2叔。苏氏不掺和顾家内斗，没门。成交。你疯了！姐姐，我们需要那个户头。顾少，一言为定。还是02小姐识时务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姐，你怕什么？顾家内斗是个无底洞，你拿苏氏去给他填坑。舅舅就在掏空苏氏，顾时业手里的户头是唯一能盯死他的证据。顾时宴不是做慈善的，他要苏氏站台，最后苏氏会被他生吞。错过今天，舅舅抹平障碍。我们拿什么扳倒他？你有时间慢慢查吗？那也不能饮鸩止渴。姐，你以为我真打算给他站台？什么意思？证据拿到手，主动权就在我们这儿。他能给，我们就能拿。拿了，谁说一定要办事？你想空手套白狼？难道你想看着舅舅把苏氏的血吸干？爸爸的心血，我不能看着他毁了。姐姐，你是怕欠他人情，还是怕他另有所求？姐姐，还在为白天黎明道的事生气呀？先喝口水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敢拿苏氏去套顾时业的底牌。姐姐说的对，但我也是为了速战速决嘛。你看，顾少已经把底层户道的明细发过来了，证据是很全，但直接交上去，舅舅肯定会推个替罪羊出来顶罪。所以人家才想替姐姐分担一点呀。我们不如引蛇出洞。拿个假诱饵，逼老狐狸自己跳出来抢。顾少给的那个海外户头查实了？实了呢，资金流水全导出来了，都存在那个红色 U 盘里啦。海外户头，苏小姐这是要查谁啊？10年了，缝补的再密也是块破布。这 U 盘一交上去，到时候有他们后悔的。姐姐，这东西搁公司里，我总觉得不太安心呢。谁说放公司了？锁我家书房保险柜里了。苏家的门还没人敢踹。苏总，说。采购部3家皮包公司的资金流水全导出来了，存在红色 U 盘里，锁在家里书房保险柜了。明天直接交给爸和审计。2个丫头，手倒是快。苏总，那 U 盘里的东西要是交上去，你我都得进去。今晚 U 盘必须拿回来。苏总，苏家有监控有保安，万一被抓，我来安排监控。
不去，那个 U 盘到了审计手上，你替我顶缸。书房保险柜红色 U 盘拿到手，连夜销毁，出了事我都抵。谁？站住，不许动！跑都跑不明白，自己送上门来。我走错门了。苏小姐，屏幕没锁。今晚必须拿到 U 盘，出事我兜着。苏正红发的，舅舅口气不小啊。是苏总逼我的，都是他指使的，我就是跑腿的。别喊了，聊天记录、现场视频你本人，齐活了，配合一点，总比跟舅舅一起进去强吧。新来的审计问你们要账目，能拖就拖，别什么都往外递。苏正红，你因涉嫌职务进占罪，现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，请配合。你们搞错了，我要打电话给我的律师。有什么话，留着到局里慢慢跟我们说。带走。苏念和，你居然联合外人把自家亲戚往绝路逼，你爸知道吗？舅舅，你掏空公司资产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这是自己家？念和，我知道了，证据确凿，随他们去吧。公司绝不包庇任何人，参与过造假的，现在主动交代从轻处理，死扛到底的，别怪公司不留情面。金针的门永远开着。各位自己选。你以为扳倒我就赢了？沈先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苏正豪已经被金针带走，他手里的烂账，我会用我名下的分红填平。公司绝不留蛀虫。苏董英明。这次多亏了2位千金。是啊，后生可畏。贺婷，相册里的那个男人。苏思成，20年不见，你这椅子坐得挺稳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保安呢？进自己的公司需要保安拦吗？李董、王董，告诉他，苏董，我们手里的股份，昨天已经全部转让给沈先生了。市价溢价30%，我们没法拒绝。你们！加上我当年留在海外信托的暗股，我现在手里有苏氏35%的股份，我是苏氏第1大股东。苏思成，你老了，管不住公司，保不住利润。苏氏交给你，迟早破产。贺婷，当年的事是我对不起你，但苏氏是我一辈子的心血。心血？你拿我的专利去抵债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我的心血？我要重组董事会，罢免苏思成董事长职务。苏正红刚进去，苏氏的底子早就空了，你们拿什么跟我斗？沈伯伯，您出国这么多年，拿的还是上个月的旧财报吧？华南大仓盘点结束，亏空补齐，海外市场下个月就盈利，这怎么能叫烂摊子呢？小丫头牙尖嘴利，账面做得再好看，
苏正红卷走现金是事实，下个月的供应商货款你们拿什么结？现金流撑不过3个月，公司一停摆，全得完蛋。货款结不清，这可是要命的。3份协议书，沈先生年纪大了，网速也慢了。昨晚我已经跟苏氏最大的3家供应商签了延期付款协议，利息按行规，货款延期半年。苏氏的现金流6个月内断不了。6个月足够海外资金回笼了。6个月又怎样？我手里有35%的股份，今天就能发起股东大会，强行罢免苏思成。你大可以试试。你以为苏家那25%的股份能大过我？25%是不够，但只要我们联合中小股东，票数超过你，你的罢免案就得原路滚回去。苏思成，你这女儿比你强。3天后临时股东大会投票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凑齐票数。好好享受你最后的董事长时光。姐，3天时间，我们去哪儿找那16%的散股？李董、王董倒戈，沈鹤亭手里是实打实的35%，我们加上几个铁杆老臣，勉强凑到38%，还差12%，这12%全在散户和几家投资基层手里。没用的。鹤亭既然敢定下3天之约，他肯定已经跟那些机构打过招呼了。他在华尔街的背景，没人敢得罪。不是怎么知道？明天一家一家去敲门。念念，放弃吧，把公司交给他，至少能保住你们手里的分红。爸，公司是你一辈子的心血，不能轻易放弃。姐，如果机构走不通，我们还有一条路。什么路？顾时镇。苏大小姐，林二小姐，听说苏氏马上要改姓沈了。顾少消息真灵通，废话少说，我们需要你手里的股份，开个价。我不缺钱，你缺选票。下个月顾氏股东大会，苏氏手里的票全部投给你，帮你压制你二叔。林二小姐记性不错，但现在的苏氏自身难保，你们的票减值了。你想趁火打劫？错，我是雪中送炭，8%的股份我可以无偿转给你们，甚至可以借资帮你们收散股。条件？我要苏氏未来5年华南大仓的独家使用权。华南大仓是苏氏的物流命脉，给了你，苏氏就成了顾氏的附庸。姐，不给，3天后苏氏就是沈鹤亭的，给了，你们还能保住公司？2选1。你做梦！啊！不要你来吓我。念姐，查到了，沈鹤亭手里的收购资金来源绝对有问题。你们看这几笔大额转账，路径虽然绕了几个海外空壳公司，但最后都和苏正涵的账户有重合。舅舅，沈鹤亭的钱怎么会和舅舅扯上关系？姐，这资金链绝对有猫腻，我们必须深查。顺藤摸瓜，肯定能揪出沈鹤亭的把柄。念姐，怎么了？这是个大突破啊！如果深查下去，万一牵扯出爸当年在公司的一些旧账怎么办？沈鹤亭当年和爸一起创业，里面的水太深了。喂，爸。念和，你们查到的事，我听说了。爸，我怕。查吧。不管查到谁，就算查到我头上，爸都认。爸不怕，苏氏不能落在一个被仇恨蒙蔽的人手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念念，我刚才拉下老脸去问了沈鹤亭的老婆。妈，您去找他了？他跟我透了底，他说沈鹤亭这几年一直恨你爸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沈鹤亭现在的合伙人手脚根本不干净，你们赶紧往那个方向查，别走弯路。听到了吗？查，给我查到底！念姐，大发现！查到什么了？你们看这个资金流水，
沈鹤亭用来收购苏氏股份的资金里，有40%全都是来自舅舅苏正红转移到海外的赃款。他拿舅舅掏空我们公司的钱来收购我们公司。沈先生，看看吧，你用来收购苏氏股份的钱，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几张离岸公司的流水单而已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？那你听听这个。沈先生，钱已经洗干净了，全在那个账户里。逐条眼睛。沈总，这资金要是涉嫌洗钱，这收购案就全完了呀。40%的收购资金，全是苏正红当年转移到海外的赃款。沈鹤亭，你拿我们苏家被掏空的钱来买我们苏家的公司，这些证据足够证监会查你3年。好手段，说吧，你们想怎么样？放弃恶意收购，苏氏不追究你使用赃款的责任。你可以保留手里的股份，老老实实做你的普通股东。你比你爸聪明。不是聪明，是公平。让我考虑几天。好。念和姐，刚才吓死我了。没事了，有我在。姐，他费了这么大劲才走到今天，他会同意吗？不知道，但这次我们全家一起面对。老苏，你快想个办法呀！沈鹤亭明天一开记者会，把当年的丑闻全抖出去，苏家就彻底完了。该来的总会来。爸，我们可以用法律手段解决。发律师函，申请禁令，总能阻止他乱说。不用。不用？难道你就坐在这里等死？我自己造的孽，我自己还。不是沈鹤亭要爆料吗？怎么变成苏思华了？有大新闻，赶紧拍！今天召开记者会，是为了一件20年前的旧事。当年，我背叛了合伙人沈鹤亭，我霸占了他的专利，把他赶出公司。他居然当众自曝丑闻！鹤亭，我欠你的，这辈子还不了，下辈子还。苏董事长这胆魄真是不容易。苏思成，你宁愿当众自毁名誉，也不受我的威胁，好一招釜底抽薪。女儿拿资金流水的证据来逼我，老子又在媒体面前来这一出苦肉计。你们苏家人真够狠的！你用这种方式还债，苏思成，你赢了。苏思成，这是我最后的条件，你让出董事长的位置，彻底退出管理层，我就停止手里的收购案，苏氏依然保持独立运作。这算是给苏家留最后一点体面了，总比公司直接改姓沈强的多。好，我同意。不行，董事长不能换，苏氏的经营权绝不让步。你可以保留你手里的股份，成为苏氏的股东，但不参与任何实际经营。苏氏每年按利润给你分红。让我拿钱当个甩手闲人？苏念和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能跟我谈条件？凭这个，这是20年前你和我爸签的创业协议复印件，其中第7款第3条写得很清楚，若一方被迫退股，另一方需按当时公司市值的3倍进行回购。沈鹤亭，你忘了吧？当年是你被迫退股，我爸没有按3倍回购。如果你今天坚持要恶意收购苏氏，我们就立刻按这条协议起诉你。
以苏氏现在的市值，3倍回购的违约金，你要赔的钱足够让你破产2次。3倍回购，那可是个天文数字。这官司要是打起来，沈总的资金链肯定断裂。你养了2个好女儿，贺婷，我欠你。我签，经营权我不争了，收购立刻停止，但股份和每年的分红1分不能少。好。沈鹤亭，我们是经侦局的，你涉嫌利用非法资金收购苏氏股份，请配合调查。我的资金完全合法。苏念和女士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，包括你和苏正红通过离岸公司转移赃款的记录。苏思成，这是你的局，谈判就是为了拖住我。我欠你的债已经当众还清，但你用赃款收购，触犯法律，这不是我们能私了的事。苏念和，你够狠，连谈判桌都是陷阱。沈伯伯，路是自己选的。沈鹤亭被带走了，涉及洗钱和非法收购，这次是司法程序了。姐，苏氏以后就真的只剩我们了。一样一样，收回来。老苏，公道有了，咱们翻篇吧。回家吧，明天还有硬仗要打。一起。苏总，字赶紧签了吧，公司现在元气大伤，留下来也是等死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啊，资金链刚缓过来，业务全丢了。赵董觉得苏氏没前途了。你们2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管理？沈鹤亭是走了，但苏氏的底子也空了，我可不陪你们过牙家。要走的不留，但要走的请想清楚，苏氏半年后就会反弹，到时候再想回来，门都没有。从今天起，苏氏启用全新管理团队，所有主管及以上岗位全部公开竞聘，能者上，庸者下。胡闹！把我们这些跟着你爸打天下的老臣往哪儿搁？你们2个小丫头能管好公司？全公开竞聘，那咱们也有机会了。能不能管好，拿数据说话。这是苏氏1季度的业绩，整体虽然下滑，但核心的华南大仓业务已经止跌回升，利润率比去年同期还高了2个点。啊，苏念和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相信我女儿，也相信苏氏，谁要是不信，大可以现在就走。念和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苏家的天现在由她们姐妹俩撑着。留下来的人，苏氏绝对不会亏待。想走的，现在就把辞呈递上来，我立刻签字，绝不挽留。之夏，走吧，去吃饭。好，姐。之夏，你跟妈说实话，这是什么？你要去留学？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没打算去。没打算去？哈佛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都寄到家里来了，你一直藏在抽屉里，是不是打算临走前才通知我们？不是的，妈，这是我半年前申请的，那时候公司还没出事。现在苏氏刚稳定，姐姐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不能走。你也要走？你姐姐天天长在公司里，连个人影都见不得，现在你也要出国去，这个家还像个家吗？妈，怎么了？
在门外就听见你哭了。哈佛商学院 MBA， 什么时候收到的？上周，姐，我已经决定放弃了，明天我就给学校发拒信。去。姐，苏氏现在正是在大换头的关键时候，我走了，你一个人怎么行？苏氏有我，你的梦想不该因为我放弃。可是姐，你一个人太累了，那些人背地里还盯着我们，我怕你累也要撑。我是苏家长女，你去哈佛回来就是苏氏的王牌。夏夏，去吧，爸支持你。苏氏保住了，你们该飞多高就飞多高。既然你爸和你姐都这么说，去吧，妈支持你。等你回来，我们姐妹俩一起把苏氏做大。2年，我等你回来。苏氏现在终于稳住了，今天这顿，该来谈谈我们的事了。这段时间苏氏能挺过来，多亏你帮忙牵线那几个渠道，我敬你。其实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，这2年来，苏氏风风雨雨，我一直在你身边，我的心思，你应该明白。顾少，你是苏氏最看重的商业伙伴，仅此而已。我不想只做商业伙伴，念豪，我喜欢你，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你了。顾少，我目前只想专注事业，不谈感情。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哪怕试一试？顾时宴，答案不会变。谢谢你的晚餐，我们之间的娃娃亲，我已经让我爸妈去退了，以后我们还是合作伙伴。先生，还需要上甜点吗？去了1个多月了，没偷偷躲在被子里哭鼻子吧？饭有没有按时吃？别到时候放假回来受拖行了，别人还以为我们苏家要破产了，连顿饱饭都不给你吃。姐，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？我在这边吃得好睡得好，每天看案例看得很充实呢。倒是你，公司最近没有让你熬大夜吧？黑眼圈要是出来了，可就影响女总裁的形象了。公司离了你照样赚得飞轰，新提拔的几个人挺好用，我不用事事亲力亲为，你少操心我，管好你自己的学分就行。要是挂科了，别指望我替你在爸妈面前打掩护。姐，那个，其实我最近课余时间也不全是在看书。不看书你干嘛？林之夏，我警告你，我交男朋友了。男朋友？出国才多久就被外面的野小子勾走了？什么背景？哪国人？家里干什么的？底细查清楚没有？你一个人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，别被那些男人的几句花言巧语就迷得找不着北。万一是个图谋不轨的骗子怎么办？把他资料发我一份，我明天让法务部去了解了解他的情况。姐，你职业病又犯了是不是？他就是我商学院的同班同学，人很踏实，对我挺好的，你别把他当商业间谍防着呀，还让法务部去查，太夸张了吧？跟谁聊呢？这么大声，还要查谁的底？之夏吗？夏夏，在那边吃得惯吗？哎呦，妈看着你怎么好像下巴尖了点儿？妈，您就别瞎操心了，人家在那边滋润着呢，刚跟我报备交了个男朋友，正护着不让我查呢。真的？交男朋友了？多大了？长什么样？多高？有没有照片？快给妈看一眼。什么时候带回活姐给妈看看？妈，您查户口呢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姐，你怎么转头就把我卖了？谁让你不老实交代的？这事儿没完，照样必须发过来，必须过我这关。苏总，不好了！华南区3家核心物流仓库的系统今天下午同时遭遇不明攻击，所有库存和调度数据陷入混乱。现在至少有20个重要订单的发货彻底瘫痪了。是外部攻击还是内部问题？技术部初步判断是利用了我们旧系统的一个未公开漏洞，手法很专业。但更麻烦的是，华南仓的负责人刚刚也提交了辞呈。攻击发生，负责人就跑，这不是巧合。
立刻封锁华南仓所有权限，启动备用系统，通知法务部准备报案。可是苏总，客户那边正在疯狂投诉，董事会可能明早就会问责。我来处理董事会，你现在要做的是止损，把损失控制在最小。天亮之前，我要看到用尽预案的完整报告。明白。爸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？睡不着，看到你书房的灯一直亮着，就知道你肯定遇到事了。坐。华南仓出事了，系统被攻击，数据瘫痪，负责人跑了。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下子都扑上来了。是冲着你来的，也是冲着苏氏刚稳下来的元气来的。以前您在的时候，就算有问题，他们也会掂量掂量。现在他们觉得我太年轻，苏氏大病初愈，正是趁你病要你命的时候。当年我也遇到过供应商集体违约，那时候我一个人扛着，觉得天要塌了。后来呢？爸，您说的对，我暂时还没找到那个能放心把后背交给他的人。找不到，是因为你把所有人都推开了，包括那个最该在你身边的人。苏念和，华南仓的火还没扑灭，竞争对手的谣言又起来了。现在2家大客户暂停谈判，董事会要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你下不下台，你到底行不行？苏总，3家核心客户的违约索赔函已经到了，我在处理。处理？我看你是束手无策。苏氏大病初愈，经不起你这么折腾。违约索赔函立刻转交法务部评估每一份，启动应急预案，按合同争议条款应对。告诉客户，苏氏会负责，但绝不是按他们趁火打劫的条件。负责？拿什么负责？苏念和，董事会的耐心已经耗尽了，火灾原因还没查清，竞争对手的谣言已经让我们的股价跌了5个点。你父亲当年……董事，火气这么大，不如先喝杯茶冷静一下。苏好了，不好了！刚得到消息，我们主要的海外原料供应商瑞丰国际刚刚正式发函，宣布单方面终止所有长期供应合同，理由是基于合作方近期不稳定经营环境的重大风险评估。听见了吗？墙倒众人推，这就是你说的处理？连上游都要掐断我们的脖子了，苏氏完了，全毁在你手里了！立刻接通法务总监和供应链所有一级主管，5分钟后紧急线上会议。另外，调取瑞丰国际近3年所有合同履约记录、沟通记录，特别是近期有无异常的人为接触或利益输送痕迹。告诉董事会，想罢免我可以，但等我先把这场火和放火的人一起揪出来。姐，之夏，你不是还有半年才结业？提前修完学分回来了，机场落地就听说公司出事了，电话打不通，我就直接过来了。这边是烂摊子，你不该回来。苏氏是咱们俩的，有事当然一起扛。我不是回来添乱的。路上我连线了学校的导师和我男朋友。华南仓的漏洞，他们有最新的修复方案，效率翻3倍。另外，我物流专业的同学能紧急调度一批备用运力，先解发货的燃眉之急。姐，你指挥，我对接，这次咱俩一块儿把家守住了。好，苏总，华南仓系统全面恢复，20个瘫痪订单全部重新发货，3家客户撤回索赔函，其中2家还追加了下季度订单。姐，利恩达的合作意向书也到了，报价比瑞丰低8个点，愿意签3年长约。让瑞丰等3天再回复，告诉利恩达，条款重新谈。苏总，华南仓跑路的负责人在深圳被控制了。背后指使人是盛达集团副总裁，证据链完整，可以起诉。走法律程序，该承担的责任
1分都不会少。姐，这场火总算灭了。灭了。姐，谢谢你一个人撑了这么久。这不是还有你吗？开饭了，都过来，年年有余。大家一起好好吃饭。今年是咱们家最不容易的一年，苏氏差点没了，家也差点散了，但我们都挺过来了。念和、之夏，爸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有你们2个女儿，来，一家人过个团圆年。过年好，姐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